我是大夏权倾朝野的长公主沈昭华，母后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。昭华，你发誓，你要用你的命照顾好弟弟，帮他稳固着大夏的江山。我替皇帝镇守大夏10年，为了替幼帝网罗天下英才，我不惜背上豢养面首的千古骂名，将4个卑微之人捧上权力的巅峰。此生不负殿下。我以为我护住了大夏，也护住了我的家人，但这一切都在邻国谷女柳依依入宫后彻底变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天下人都知道，你们是长公主的面首。你们的心底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依依，我们心里只有你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们愿意饮下这变心就会死无全身的痴情蛊，向我证明你们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我愿意。我沈寒州若对依依有二心，天打雷劈。我陆承渊此生只爱依依一人。陛下，您呢？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，朕会为你遣散后宫。可是长公主那边肯定会……她一个女人，牝鸡司晨，朕早就受够了。殿下，请三思。请殿下三思。我意已决。殿下，北境苦寒，环境凶险万分，您的凤体怎么受得了？哪怕是死在冰天雪地里，也好过留在这乌烟瘴气的皇城。可世人皆言，北境王萧劲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。无碍。没想到当年本宫随手救下的一只小狗，如今也成了狼王。可本宫在这大夏皇城呕心沥血，却只养出了5个反咬主人的畜生。沈昭华，给依依道歉。本宫还真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，还敢狡辩！依依不过是摔碎了你一个手镯，你什么金银钱宝没有？至于当众给他脸色看吗？皇上，别怪姐姐，是依依出身鄙陋，没见过那么好的东西，手办才摔碎了。等依依攒够了月钱，一定请工匠给姐姐补好。姐姐打我骂我，都是应该的。一个破镯子罢了，你非要耍什么威风？破镯子？你可知那是母后临终前亲手戴在我的腕上，留给我的最后一件遗物。他明知那是本宫的命根子，却故意当着本宫的面将它砸得粉碎。够了！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死人的物件，朕改日赏你10个100个便是。依依是无心的，你至于吗？至于。这镯子可比这贱婢的命重要。住口！你为了他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沈昭华！你看看你现在嫉妒依依的嘴脸，哪有一点长公主的气量？活生生成了一个乡野泼妇的模样。泼妇？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，当年皇权倾覆，叛军围城，要不是本宫这个泼妇，你现在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龙椅上？你除了挟恩图报还会什么？朕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嘴脸，恶心至极，和依依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你们呢？也是这么觉得的。陛下说的在理，依依虽是小国出身，却有一颗高洁善良的心。女子还是要贤良淑德才好。
公主，你何必非要闹得这么难看？公主，你若再敢对依依下手，休怪臣刀剑无眼。皇姐，都听到了吗？你该向依依学学怎么做一个女人。她虽然出身寒微，但她善良体贴，比你好太多了。好，很好。皇姐，你也别怪朕说话难听。朝中大臣已经在进谏了，说长公主年近30，尚未婚配，有失国体，他们都想让朕给你指婚纳个驸马。他们没一个愿意娶你。要是你再敢针对依依，把朕惹急了，你就彻底嫁不出去了。到时候别怪朕没提醒你。柳姑娘这招兵不血刃，真是好手段。你还敢！陛下，别为了臣女和殿下吵架了，都是臣女的错，臣女不该来，臣女不配留在这里。既然知道自己不配，还不带着这些自作多情的蠢货滚出去！姐姐，我这就……依依，沈昭华，像你这样冷血专横的女人，永远得不到真心的爱。你错了，哪怕所有人都背弃我、厌弃我，也永远会有一个人对我真心相待。他同意了。姐姐她终于不要那几个废物，肯让我去接她了。传姑的旨意，立刻调集3000玄甲铁骑，开国库，把那斗南海进贡的极品夜明珠、天山雪蚕丝织就的云锦，还有姑那辆纯金打造、铺满白虎皮的9马銮驾，统统拉出来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啊！确实，这些凡俗之物怎么配得上姐姐？这样，先去把姑那顶镶了百鸟朝凤图的暖轿备好，沿途驿站全部换上最好的檀香和软榻，其余我亲自准备。若是委屈了她半分，姑要你们的脑袋！哎呀，老天爷，这还是咱们那位徒手撕碎敌国将领也面不改色的陛下，怎么如今看着像个毛头小子？闭嘴！你也不看看那是哪位主子？当年陛下在敌国做赤子，被扔在乱葬岗险些冻饿而死，是那位救了陛下。谁要是敢让他受半点委屈，陛下怕是能把天捅个窟窿。那群蠢货竟敢辜负他！姐姐，你再等等，我这就来接你。殿下，柳依依那个贱人又来作妖了。大雪天的穿了一身单衣，跪在院子里说要给您赔罪。好不容易清静了几天，他又想玩什么把戏？奴婢让他滚，他非说若是公主不见他，他就一直跪死在院子里。既然他这么想见我，那本宫就会会他。殿下，臣女是来赔罪的。前几日是臣女的错，依依寻找到了一件能弥补依依过错的礼物，求姐姐看在这份礼物的份上，原谅依依吧。这是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是姐姐的血团呀！这畜生昨日不长眼，抓破了依依的裙角，皇上一怒之下，便让陆将军亲手将她剥皮抽筋了。依依觉得姐姐一定舍不得，特意把她的头讨来，送给姐姐，讨姐姐开心。柳依依，我杀了你！救命！沈昭华，你疯了！依依，
快把这药服下。谢谢温太医。陛下，公主殿下不是故意的，是依依该死，不该惹殿下生气。你确实该死，你个蛇蝎心肠的贱婢！还有你，陆承渊，竟然敢害死本宫的血团！你们2个的贱命，就算死1万遍也偿还不了！什么老狮子血团？若不是依依心善留他个全尸，我早就把他架在火上烤熟，给弟兄们分着吃了。一个畜生而已，你怎么如此斤斤计较？我看，你就是有意针对依依。畜生！我看你们这群人才是真正的畜生！公主，你太让臣等失望了。堂堂长公主竟如此草菅人命，依臣之见，公主已德不配位，须得好好反省。沈昭华，朕今天就要让你知道，这大夏的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！来人！沈昭华谋害后宫嫔妃，意图挑拨2国关系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废去长公主之位，打入地牢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陛下，求您饶了殿下吧，殿下毕竟是您的亲姐姐啊！你们记住，今日这地牢是我自己走进去的，从此我们恩断义绝。他日，哪怕你们跪在地上把头磕碎，也休想让我再看你们一眼。到临头还嘴硬，拖下去！长公主，哼，进了这儿就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。看什么？还当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长公主呢？陛下和几位大人早就发话了，今夜就算弄残了你，也是您咎由自取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沈昭华这半生，真是养了一群好狗。既然这大夏的根已经烂透了，那便连根拔起吧。全军听令，踏破大夏皇都，迎王后回家。姐姐，依依来看你了。没有男人在场，就别演这副令人作呕的嘴脸了。姐姐多心了，依依真的是怕姐姐在狱中无聊，特地来陪姐姐解闷的。公主殿下，现在真是好生可怜啊。哼，带走。姐姐这双手替陛下劈过折子，替将军挽过缰绳，可是大夏最金贵的一双手。哼！若是废了，以后就不必这么操劳了。依依也是心疼姐姐。南疆来的蛊女，也就只配用这种登不上台面的暗杂手段。手段不在高低，管用就行。姐姐运筹帷幄这些年又如何？你养熟的那些男人，如今不还是在我脚下像狗一样摇尾巴？
北朔王殿下，长公主被困地牢，危在旦夕，速来！敢动本王的女人，真是活腻了！全军听令，加速前进！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你以为你那个叫清河的丫鬟连夜逃出城去搬救兵，真的能瞒过我？我放她走了，毕竟得有个人替姐姐坐实这通敌叛国的罪呀。算算时辰，我派去跟着他的人，应该已经带着你那丫头联络外敌的铁证回来了。殿下，通敌报信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沈昭华，你宫里的丫鬟可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清河，最近几日，本宫若出了什么事，你就用这只鸽子传信，他认得北境的路。是殿下。私通外敌，传递密信，这可是死罪！有什么冲我来？把清河放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是本宫指使的。不是奴婢自己做的，跟殿下无关。皇上要杀就杀奴婢。清河，闭嘴！主子，奴婢这条贱命是您给的，死不足惜，别认，千万别认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也敢拒绝老子？放开我！以后跟着我，本宫在这大夏一日，便无人敢再欺负你。沈昭华，说，你到底往外传了什么信？传了什么信？哼，看来这群废物只截住了清河，没抓到鸽子。你还敢笑？非要朕动用极刑吗？陛下息怒，通敌可是死罪，若是按律当斩，天下人岂不是要非议陛下，不顾姐弟人伦？那依你看，该如何处置？臣女听闻9000岁劳苦功高，至今尚未婚配，不如陛下做主，将她下嫁给9000岁。如此一来，既彰显了陛下的仁慈，又能让姐姐有了归宿，自然也就收了那些不安分的心思。陛下，依依此计甚妙。9000岁德高望重，若能与长公主结为连理，既可安朝臣之心，也可让长公主静心修德，恪守妇道。臣也同意，女人就该待在后宅，整日抛头露面干涉朝政，成何体统？沈昭华，你都听到了，这可是满朝文武的心声。朕这个做弟弟的，总要为皇姐的终生大事操心一二。明日大朝会，朕便下旨赐婚，一定将皇姐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皇上，求您开恩，9000岁她是个宦官啊！殿下毕竟是皇上的亲姐姐，怎么可以？滚开！清河，一个通敌卖国的贱婢，也敢教朕做事？皇上，奴婢求您念及旧情，放过长公主。好啊你，朕说话都敢不听是吧？你若是不答应嫁给9000岁，我就把这个贱婢的头砍下来，挂在城门示众。够了！你们一个个狼心狗肺、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们5个，命是我给，官位是我扶持的，权力是我争来的，没有我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而到头来真是狗咬吕洞宾！为这样一个贱女人，把我关进地牢，嫁给一个阉人，
我真想把你们的心掏出来看看，到底是不是黑的。你再说一句！我嫁，皇帝现在可以把我和清河放了吧？殿下，不要！哼，还算你识相。姐姐终于想通了，懂事儿了。殿下，清河，不必担心，明日他们自会后悔。宣长公主沈昭华觐见。今日乃是长公主大喜之日，皇姐为国操劳多年，朕心不忍，特为皇姐择一良配，便是三朝元老、德高望重的9000岁。咱家承蒙皇上厚爱，定当好好疼惜长公主殿下。长公主于9000岁，真乃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女子本就不该治理朝政，早些嫁人相夫教子才是正理。嫁给太监，相夫可以，教子怕是这辈子都别想了。陛下，既然今日是长公主的大好日子，不如就让姐姐和9000岁在这太和殿上拜堂成亲，也好让满朝文武都沾沾喜气。好，就依依所言。来人，伺候长公主拜堂。别着急啊，毕竟是本宫的大喜事，本宫有礼物要送给诸位。皇姐有心了。沈昭华，你疯了！你要干什么？沈拓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这长公主的名号，这吃人的皇城，我统统不要了！放肆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离了大夏，你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。这一道旨意，就能让你在街头活活饿死。身为大夏长公主，竟在大殿之上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，简直有辱国体。千和，沈寒舟，这是你当年在刑场穿的囚服，本宫现在物归原主，衣冠楚楚的大首府，可别忘了来时路啊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当年为了替幼帝网罗天下英才，我云游四方，走遍九州。刀下留人！ 12岁时，我从刑场救下罪臣之子。赐名沈寒舟，让他成为当朝首辅。长公主，你不要太过分！我们在场哪个不是凭真本事拼出来的？大夏军中只敬强者，岂容你在此居功自傲？真本事！陆承渊，你看看这些深夜里本宫替你画好的阵型图，没有本宫在背后替你运筹帷幄，你这头只会冲锋的蠢驴能百战百胜。14岁时，我从死人堆里捡回陆承渊。上来！
教他兵法，让他成为镇北大将军。公主，医者仁心，你如今满眼杀气，戾气太重，实在让在下痛心。你痛心？温如玉，没有本宫替你以身试药，你到现在还是个在悬崖边采草药的泥腿子。这香囊是本宫为你调配的救命药，你还在这惺惺作态。16岁时，我在悬崖下救起采药的温如玉，举荐他入太医院，让他成为天下第一神医。公主殿下，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你若再敢这般羞辱我们，休怪臣等刀剑无眼。哼，叶无痕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小时候在斗兽场当狗没当够似的。本宫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你这条疯狗放出了笼子，忘恩负义的畜生。18岁时，我在斗兽场买下叶无痕，为他建立玄机阁，让他成为执掌天下情报的暗网首领。这个人，我要了。此生不负殿下。为了将他们留在权力中心，我不惜背上豢养面首的千古骂名，将他们接入府中，当作家人好生对待。不知廉耻，养面首的荡妇，休得无礼！原来都是长公主赏的饭碗，咱们天天给这些人磕头，这下摔惨了。陛下，姐姐大概是疯魔了，快让她停下吧，别伤了各位大人的心啊！沈昭华，你敢辱骂当朝重臣！来人，9000岁呢，还不把这疯女人带回去！长公主殿下，既然皇上已经赐婚，您生是咱家的人，死是咱家的鬼，这就随咱家回东城。滚开！你这老阉狗也配碰本宫？柳依依，你就带着这群蠢货和这烂透了的大夏王朝一起下地狱去吧！反了，反了！禁军何在？给朕拿下这个逆贼，就地格杀勿论！被说铁骑，被说的铁骑踏破宫门了！被说的铁骑，完了，完了！来了。谁敢动公主？他终于来了。是北朔王那个火眼王，他怎么来了？谁敢动主？先问问本王的剑同不同意？萧劲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兵器闯入我大夏朝堂！来人，给朕把他拿下！姐姐，你的手。你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萧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是大夏，不是你北朝的蛮荒之地，识相点就赶紧滚！本王跟姐姐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
是谁把长公主伤成这样的？沈昭华，你竟然与北朔王勾结，通敌叛国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堂堂大夏长公主，竟与敌国君主私通，简直不要脸！我的手！小姐，两国一向交好，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，何必动刀动枪？不如我们坐下来和谈。和谈？本王今天来，不是来跟你和谈的，是来给长公主撑腰的，听清楚了吗？沈昭华，你这个叛国逆贼！身为大夏长公主，竟与敌国君主勾结，死不足惜！还有你，萧劲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，不得好死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大夏的贵妃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毒妇，就是你虐待长公主的吧？这一巴掌是帮长公主打的。萧劲，放肆！来人啊，给朕把他拿下！大夏的将士不过如此。沈拓，没有长公主这个龙椅，你连3天都坐不稳。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，也配坐在这里跟本王叫板？还有你身边那个女人，南疆蛊女，敌国细作，大夏的祸水，你们一个个的还把她当成宝。此事我也有所耳闻啊，这女人不会真的是细作吧？给我死！长公主从死人堆里把你捡回来，扶持你成为将军，你个好赖不知的畜生，就是这么报答她的。你们5个白眼狼，本王发誓，绝对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姐姐，我们回家。好。沈昭华，你胆敢踏出这个大殿一步，休想再回大夏！求之不得。恭迎王后回家。姐姐，我终于可以接你回家了。弟兄们，回家！你们说，沈昭华现在在北朔，是不是正被那个活阎王折磨得生不如死？那当然，萧劲是什么人？杀人不眨眼的疯子。沈昭华落在他手里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说不定现在正被关在地牢里哭爹喊娘。我听说北朔那个地方一年到头冰天雪地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沈昭华在金窝里待惯了，去了那儿怕是连3天都撑不住。他就是为了博得我们关注罢了。哼，我们太宠依依，他妇人之心太爱吃醋，才想到这么一招。我赌他过不了几日，就会自己跑回来，跪在陛下面前求饶。说得对，朕倒要看看他能撑多久。等他灰溜溜的跑回来，我就把他游街示众。陛下，还想那个毒妇干什么？现在我们终于自由了。这几日，你们可要陪依依快活快活。依依说的是，没了沈昭华，整天在我嘴边喋喋不休，整个人都清静了。对啊，他走了，我终于不用天天被监视练兵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几日可得好好放松一下。
好啊，让我们为重获自由干杯！就让北朔那个活阎王好好收拾收拾沈昭华吧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诸位爱卿，本王今日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。从今日起，北朔的王位由沈昭华来做，北朔的江山归沈昭华所有。北朔的30万铁骑，3州16郡1000万子民，一律听命于沈昭华。他以后就是北朔的王。陛下，长公主贤德，臣等有目共睹。但王位更迭，事关国体，还请陛下三思。大臣说的有理，别因为我坏了朝政，这不值得。不，你值得。你们谁可还记得12年前姑是什么模样？姑来替你们回忆。12年前，姑是大夏的质子，被扔在乱葬岗上时，连条野狗都不如。是昭华从乱葬岗把姑背了出来，他用半条命把姑从阎王殿里拽回来。姑这条命从12年前起就不是姑自己的了。陛下，臣斗胆一问，王位传承乃国之根本。长公主虽与陛下有恩，但她毕竟是大夏的公主，为了报恩，将北朔江山拱手让与外人，这让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北朔将士们如何心服？昭华9岁临朝，12岁杀奸佞，14岁平叛，16岁定边，大夏的海晏河清全凭他一人撑着。姑把这江山给他，不是报恩，而是替着北朔1000万子民迎一位真正的天下公主。原来当年大夏那战无不胜的奇阵，竟全是出自殿下之手。老臣心服口服，天命所归，臣等叩见陛下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萧劲，请吴王登基。从今往后，你做这天下的主，臣做你手里最利的刀，为你劈开这万世太平。来来来，诸位爱卿，今夜我们不醉不归。沈昭华那个通敌卖国之贼已经被我赶出大夏，从今日起，这天下是朕一人的天下。陛下才是真龙天子，大夏的江山自然是陛下说了算。陛下圣明，沈昭华他在时处处压制陛下，不把陛下放在眼里。如今他走了，朝堂上下一心，陛下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。就是一介女流也敢对正室指手画脚，我们只认陛下，追随陛下。臣也以为沈昭华留在朝中，只会败坏朝纲，祸乱社稷。陛下将他驱逐出境，实乃英明之举。臣等恭贺陛下！臣等恭贺陛下！臣等恭贺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宣布。柳贵妃知书达理，德才兼备，朕决定今日册封为皇后。臣妾叩谢陛下隆恩。皇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
陛下，臣有本奏。说吧，说吧。启禀陛下，附庸国陇安近日连续干旱，百姓颗粒无收，闹起了大饥荒，灾民遍地。陇安王以倾尽国库之力赈灾，但仍杯水车薪。上奏恳请朝廷拨款赈灾，救万民于水火。国库空虚，内堂也没钱，哪来的银子去填陇安国那个无底洞？让陇安王自己去想办法。陛下，陇安国年年向我大夏岁贡，岁岁称臣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。如今他们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旱，10万百姓易子而食。大夏若是以宗主国之尊见死不救，恐寒了天下附属藩国的心，令四方诸侯齿冷啊！陛下，放肆！你是在教朕如何当皇帝吗？区区一个附庸小国，遭了点灾便敢伸手向宗主国要钱，阁老如此声泪俱下的逼迫陛下，莫不是暗中收了陇安王的重金，想借着赈灾的名义行里通外国中饱私囊之事？沈寒州，你这奸佞！老臣3朝元老，岂容你在此血口喷人？陛下明鉴，张阁老两袖清风。沈寒州身为首辅，不思为君分忧，竟在朝堂之上构陷忠良。陛下，沈寒州蒙蔽圣听，大夏危矣！几位老大人倒是腾气连枝。怎么，长公主不在了，你们就觉得可以倚老卖老，在朝堂上结党营私，逼宫陛下了？够了！吵，朕养你们有何用？这些附属国讨债的烂摊子，等沈昭华回来，自然由他去处理。张公主她已经砸了兵符，去了北朔，她不会回来了。放肆！他不过是跟朕闹脾气，离了大夏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不出半个月，他必然在北寿受尽委屈，灰溜溜的跑回来，跪在这太和殿外求朕开恩收留他。这陇安国的折子先压着，等他回来跟朕认了错，让他自己去想办法打发。退朝！退朝！10万亡魂等不得啊！大夏的国位要毁啦！今日春光烂漫，来，诸位爱卿，与朕共饮此杯。谢陛下。陛下，陇安国使者求见。又是陇安，他们烦不烦？陛下不必理会。陇安一个小国，不过是死了几个贱民，何必从大夏国库拨款救济？他们再敢来，臣直接带兵踏平陇安。一个弹丸小国也敢打扰陛下和娘娘的雅兴，听到了吗？去告诉那个使者，朕没空见他，让他回去告诉陇安王，自己想办法。可是陛下，那使者说他带着陇安万民的请愿书，若是见不到陛下，就跪死在宫门外。那就让他跪死好了。一个附属国的使者，也敢威胁朕，滚！诺。来，莫被这些扫兴的事打扰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陇安国近日灾荒严重，死了将近3万百姓。姐姐说的是大夏的附庸国？我马上派兵增援，开仓救济。我已经命人开北朔粮仓拨款赈灾了，但陇安情况每日愈下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要亲自去陇安看一看。好，我陪你。大夏见死不救，要看着我们活活饿死。既然如此，本王亲自去大夏皇城，跪死在他们的宫门前，用本王这条命，给陇安的百姓换一条活路。末将愿随王爷同往。王爷，北朔那边来消息了。北朔王沈昭华，你开北朔粮仓，
10万担粮食已在路上。他说陆安的百姓他管了。你说什么？长公主成了北朔王？有事儿说事，没事儿退朝。朕还要陪皇后赏花。陛下，老臣有紧急军情禀报。又是你，张阁老，你一个月上8道奏折，烦不烦？陛下，隆安流民已聚集3万之众，攻占了安阳县衙，开仓抢粮。若不及时安抚，恐生民变啊！狗官吃着皇饷不放粮，给我走！造孽！造孽呀！沈爱卿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陛下不必忧心，几个饿疯了的泥腿子抢点粮食，不过是界险之急，翻不起大浪。沈大人，那可是3万流民，若有人趁机煽动，转眼就是3万叛军。隆安是大夏西南门户，一旦失守，张阁老，你也太危言耸听了。3万流民，一群拿着锄头扁担的乌合之众罢了。臣只需3000旌旗，半日便可踏平。陆将军，那些是大夏的子民，不是敌军。你身为大夏的将军，怎能说出踏平2字？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，拨银赈灾，安抚流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陛下，臣妾在殿后听了半晌，实在忍不住了。皇后怎么来了？臣妾听说有人在大殿上对陛下出言不逊，放心不下，特来看看。张阁老，您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，可臣妾怎么记得长公主在时，您可是她的心腹重臣呢？老臣只是秉公直言。秉公直言？您这半月连上8道奏折，字字句句都在指责陛下无能。本宫倒是想问，您这是在为陇安的百姓请命，还是在替那个叛国出逃的长公主试探什么？皇后娘娘明鉴，老臣绝无此意。老臣对陛下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是吗？那为何沈昭华一走，你们这些老臣就一个个跳出来，今日说这里不好，明天说那里不对？你们是在逼陛下承认不如沈昭华吗？张阁老，确实如此吗？陛下，老臣绝无此心，老臣只是为了大夏的江山社稷。够了，每次都是这套说辞。陛下息怒，臣妾以为张阁老毕竟年事已高，在朝中又颇有威望，若是处置重了，只怕寒了老臣们的心。不如什么？不如让张阁老早些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。朝堂上的烦心事，就交给年轻人来操持吧。陛下，臣冤枉，绝不要听信奸佞之言呐！陛下，皇后娘娘此计甚妙。张阁老侍奉3代先帝，劳苦功高，如今告老还乡，朝廷自当厚加赏赐，以全君臣之义。臣也以为张阁老年纪大，该歇歇。张阁老，朕念你年事已大，不治你大不敬之罪。你且回乡养老去吧。退朝。退
会场。贵人，别口吃的吧，求求你了。贵人，给点吃的吧。我家娃儿3天没吃东西了，求求贵人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是来给你们送粮食的。城东已开始搭建粥棚，今日大家都能吃上饭。大家都去城东粥棚等候，我们会给大家分发粮食。慢些喝，别烫着，明日还有。您的大恩大德，老婆子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。不必报答，好好活下去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您救了我娃儿的命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快给孩子喂吧。殿下，这是长公主殿下呀！是长公主，是长公主。我已经不是大夏的长公主了，现在我是北朔王，但陇安的百姓，我不能不管。殿下，大夏将我们视若弃子，没想到您成了北朔的王，却还愿意跨越千里来给陇安送粮。女子也能当王吗？这位长公主9岁就上朝理政，12岁平叛杀人，14岁就替大夏打退了蛮子，比现在那个昏君不知好了多少。沈托整日荒淫无度，懒于朝政，视陇安百姓的性命如草芥，这等不仁不义之君，大夏早已不配做陇安的宗主国。殿下救我陇安于水火，犹如再生父母。从今日起，陇安一国上下愿奉北朔为主，为女王殿下马首是瞻。既然大夏的根已经烂透了，他护不住这天下苍生，本宫就亲自率兵去替这10万亡魂讨一个公道。愿为殿下孝子，愿为殿下孝子。朕最近听说沈昭华在北朔过得可滋润了，萧劲为博得他一笑，豪掷黄金10000两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陛下都绿了，萧劲是什么人？杀人不眨眼的疯子。他对沈昭华好，不过是图个新鲜罢了。等新鲜劲儿过了，沈昭华照样得跪着求我。就是，沈昭华那种强势的女人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萧劲那种疯子，玩腻了自然就扔了。可是，这都1个月了，都1个月了，他竟然还没有回来跪求朕原谅。他是把比他的命看得都重的大夏忘了吗？陛下息怒，依臣之见，沈昭华这是在演戏。演戏？对，他故意放出这些消息，就是想让我们着急，让我们主动去找他，这样他就能风风光光的回来，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做梦！我陆承渊就算死，也绝不去求他。沈大人说的有理，沈昭华这个女人最擅长的就是欲擒故纵，咱们若是慌了，就中了她的计了。她一定会回来的，大夏是她的根，她不可能不要。皇上，
臣发现龙安王最近召集起义兵，排兵布阵，意欲谋逆。什么？龙安王多半是因为灾荒之事前来讨伐，而且他行动迅速，说不定明日就会攻城。放肆！这个刘安他怎么敢？陛下不必着急，派使者去北朔把沈昭华喊来即可。大夏危急关头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管。对，快去把他喊回来，他指不定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。对，朕现在就给他一个机会。使者呢？快马加鞭去北朔，跟沈昭华说，朕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是，陛下。诸位将士，大夏皇帝沈拓视陇安百姓如草芥，我沈昭华不答应，北朔不答应。今日本王就带兵讨伐，攻破大夏，以告慰陇安死去的亡魂。殿下，陇安将士请战，愿随北朔大军一同出征。段将军，陇安刚经历大灾，将士们需要休养，此战北朔出兵即可。殿下，陇安遭灾时，大夏见死不救，是您开仓放粮救了陇安30万百姓，我们势必与您共进退。好，出征！皇上，长公主她知错了。臣被拦在宫外，只拿到了长公主的手写信。要你有何用？信呢？拿来！听闻大夏有难，诸位于宫中静候，吾将即刻启程回朝。哈哈哈哈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沈昭华在信中说要即刻启程回朝。我就知道，沈昭华肯定会回来。看来是脾气闹够了，要来认错了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们还可以考虑考虑原谅他。慌什么？沈昭华说了要回来了，不用担心了。皇上，长公主她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来了，但她是带着军队兵临城下，要讨伐大夏呀！城门里的人听好了，沈拓昏庸无道，草菅人命，陇安大灾，他拥兵拒救，致使10万无辜百姓化为枯骨，含冤九泉。今日孤率北朔铁骑踏破城门，乃是替天罚罪。伐无道，诛暴君。陛下，快来不及了，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和他硬碰硬啊！沈昭华居然要造反！不可能啊！他哪来这么多兵马？北朔那个活阎王当真把家底都给他了？太不对劲了，他怎么敢啊？慌什么？去，告诉沈昭华，朕念在他曾是大夏长公主的份上，愿意和谈，让他退兵30里，朕可以既往不咎。是，陛下。陛下说了，念在你曾是大夏长公主的份上，愿意和谈。只要你们退兵30里，陛下可以既往不咎。和谈，既往不咎。沈拓这个孬种，莫不是怕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荒唐！朕怕了。陛下，臣愿请战。既然沈昭华如此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朕不念骨肉之情。好，程渊，即刻出战。叶无痕，你过来。叶无痕，你率玄机阁暗卫从密道出城，火速去搬救兵。臣领旨。沈昭华
还什么替天罚罪？是你自己找死的！沈昭华，你这通敌叛国的毒妇，大夏皇室恩养数年，竟养出你这等引狼入室的逆贼！恩养，是指牢里的百般羞辱，还是逼我下嫁阉人的圣旨？废话少说，陇安10万无辜亡魂的血债，今日本宫就先拿你陆大将军的人头来祭旗。我大夏铁骑有本将这套百战百胜的杀阵，今日定叫你有来无回！众将士听令，接阵！雁行阵套八卦阵，还是3年前本宫在灯下手把手画给他的那张老阵图。陆承渊，离了本宫的脑子，你是真的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破死门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这杀阵从未败过，有诈，一定有诈！冲锋！全部冲锋！给我杀！你输了。沈昭华！陆承渊这个废物，带了那么多兵，连城门都没守住，就全军覆没了。传朕旨意，令3万禁军全部上城墙，就是用命填，也要给朕把北朔的铁骑挡在外面。陛下不可！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我得保全性命要紧。陛下，毕竟禁军乃是护卫皇城的最后一道强阵，依臣之见，不如先开城门，派人去向长公主求和。求和？呵呵，去求那个贱人！陛下息怒，您别怪沈首府，毕竟沈大人当年是长公主从死囚牢里救出来，一手栽培的。如今长公主兵临城下，沈大人念着救主的好，想替公主打开这皇城的门，也是人之常情。臣全是为了陛下的龙体着想，天地可见。住口！为了朕，沈寒收，我看你是见大势已去，急着给自己找新主子吧。你是不是以为只要劝朕开了城门，你就能像条狗一样重新爬回沈昭华的脚下，摇尾乞怜？沈寒州，朕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现在到底是想跪朕，还是急着去跪他？昭华，去死吧！昭华，躲开！陆承渊，你比我想的还下作。为什么你会？为什么？你的兵法是我一手教的，你的每一招每一式我都清清楚楚。你觉得
你能赢得了我吗？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镇北将军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殿下，沈拓与沈寒舟在太和殿上吵得不可开交，群臣分裂，乱作一团。众将士，听令，冲进大夏内殿！沈拓，听闻你半月前在朝堂上放言，说本宫离了大夏什么都不是，不出半月就会跪在这太和殿外求你收留。如今本宫回来了，你怎么连看都不敢看本宫一眼了？沈昭华，你敢带兵谋反？你毁我大夏100年基业，你不得好死！100年基业，这100年基业是靠天下苍生的血汗一点点浇筑起来的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当你躲在这温柔乡里，将陇安10万子民视若草芥，任由他们饿死荒野的时候，大夏的根就已经被你亲手挖断了。啊！沈昭华、刘安，你俩狼狈为奸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陇安的百姓们，你们睁开眼看看，本王今日替你们站在这吃人的大夏朝堂上讨公道了！疯了，他疯了！快让人把他拖出去！这些脏东西会坏了龙脉的风水，大夏的国运会被他毁了的！放肆！朝堂之上，岂容你们造次！来人！素根，你安心去吧。你媳妇儿带着孩子熬过来了，他们分到了粮食，没饿死。老二狗，你安心去吧，你老娘我替你养着了。刘小丫，你安心去吧，你才4岁，本王对不住你，对不住你。够了，刘安，你给朕停下！这里是大夏太和殿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好一个大夏太和殿，好一个天下共主！我陇安年年岁贡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陇安百姓种出的第一茬新粮供给你，织出的第一批锦朝供给你，挖出的第一块精铁也供给你，是我陇安30万百姓的血汗，养肥了你这金碧辉煌的太和殿。可是陇安大旱绝收的时候呢，我陇安的使者头磕破了，跪在你这太和殿的宫门外整整3天3夜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你坐在里头听取赏舞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放肆！朕是君，你是臣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狗屁君恩，视万民如草芥，你不配坐这把龙椅，你不配受天下朝拜。哼！沈拓，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着的是陇安绝户的亡魂，这么多条人命，就因为你的荒淫凉薄，化作了荒野上的白骨。你听不见吗？这太和殿的每一块金砖下面都有冤魂在索命，他们就在你的龙床边，在你的脊梁骨上，生生世世要把你拖下地狱，千刀万剐。
住口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！背信弃义，抛弃万民，你这等烂到骨子里的混账，也配在这龙椅上狂吠？人杀了你！丧家之犬，也别碰它！陛下，陛下！大夏已亡，还有谁要替这暴君陪葬？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狗奴才，朕还没死，朕饶不了你们！沈拓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誓死捍卫的大夏朝堂。不过，这沾满百姓鲜血的皇位，本宫嫌脏。从今日起，大夏国号废除，降为北朔附属藩国，每年纳贡称臣，军政大权全权由北朔接管。你害得陇安10万恶殍，德不配位。从今往后，这城外的天下苍生，由孤的北朔铁骑庇护。至于你，沈拓，还有你身边这位好皇后，既然你们如此情深意重，为了她连江山都不要了，孤今日就成全你们。来人，褫夺沈拓帝号，废去柳依依后位，将这对狗男女打入冷宫，永远封死宫门。孤倒要看看，离了这锦衣玉食高官厚禄，你们能在冷宫的馊水和老鼠洞里熬上几天？至于你们几个，真以为大夏亡了，你们还能独善其身？沈寒舟，你自诩清高，仗着本宫给你的首辅之位结党营私，今日孤就扒了你这身官袍，剥夺首辅之位，贬为9品超书小吏。孤要让你好好尝尝被人踩在脚底的滋味。陆承渊，孤今日废你全部军职，打入军营去做最低贱的杂役小卒。没有孤的阵法兜底，你就在泥水里好好洗洗你的脑子。温如玉，你这天下第一神医，嫌草药脏了你的手是吧？褫夺太医院令之位，从明天起，滚去太医院倒夜香洗公桶。至于叶无痕，孤能见玄机阁，就能废了他。从今日起，玄机阁易主，只听命于北朔，把叶无痕重新戴上狗链子，押回暗卫营的死牢里去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天下万岁，北朔万岁！孤要你们狗婆在这座烂透了的皇城里，没有权利，没有尊严。我要你们亲眼看着，失去本宫之后，你们会把日子过成什么猪狗不如的人间地狱。大夏降为藩国之后，我下令北朔军接管城防，开仓放粮，安抚百姓。但沈拓当初对陇安灾民见死不救，导致流民暗中涌入，带来了可怕的瘟疫，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。但瘟疫的火种早就悄悄顺着那些采购的太监，烧进了这座荒淫的皇宫。哟，这不是温大人吗？刷的可真仔细，果然是当过太医院之首的人，刷罐子都比别人刷的亮。温如玉，我那屋的药炉灭了，你去给我生火。
别太过分！哈哈哈哈！狗奴才，还当自己是太医院之首呢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现在的位置。哎呀，唐大人，刚当上太医院之首，就来药山房忙活了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今日宫中瘟疫盛行，本官来指导你们制药。温如玉，来煎药，12个时辰，不许停。汤宇，我告诉你不要太得意，我早晚不知好歹的东西。沈昭华，都是你的错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药煎好了。大人，您看看，火候可还成？连个火候都看不住，离了长公主替你兜底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神医了？一滩烂泥，重新煎。沈昭华，又是沈昭华，这副药煎不好，今晚你就在这炉子边跪到天亮。温如玉，这几罐是送去偏殿给重症工人吊命的猛药，你亲自盯着火候，酉时之前必须送过去。若是出了人命，本官拿你试问。是，火候我来看着，你们去库房再取些柴火。汤宇，你想踩着我的头治好瘟疫立功？做梦！这黑丝伞一下去，不出半个时辰，那些工人就会七窍流血，暴毙而亡。我倒要看看，死了这么多人，你拿什么给这群贱命兜底？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喝药了。偏殿那几个工人的脉案倒还算平稳，继续照方子煎药，3、5日便能见好。唐大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偏殿昨晚隔离的那批工人全死了。什么？全死了？昨夜不是去送过药了吗？好像就是因为昨夜的药，工人喝了没出半个时辰就暴毙而亡了。不
这是血温。100年前一夜屠尽3万人的血温，怎么可能？这病早就绝迹了。血温？怎么可能是血温？难道？所有人立刻撤出偏殿！接触过尸体的人，把外衣全部脱掉，用烈酒擦洗手脸。这些尸体不能停留，不能土葬，必须马上火化。快，走快点！这批感染的病情最重，得赶紧火化。唉，怎么死的越来越多？快点！老李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医，他们是我带出来的兵啊！救救他们！药呢？滚开！你个残废的杂役，还当自己是镇北将军呢！血温无药可医，禁军已经死了一大半了，不想死就赶紧干活。没了，全没了。陛下，找到了，这是您当年留在藏书壳里的防疫阵法图，奴婢离宫时一并带了出来。清河，立刻按照这个防疫图去办，通知陇安王协助腾出空置房舍作为隔离，将城中所有百姓按街坊划分疫区，凡是发热咳嗽者，不论是否确诊，一律移入隔离棚，由专人照料。每隔2个时辰，就用艾草熏蒸街道和隔离棚，定时用茱萸叶为城中的所有水井消毒。把我的药方给太医们，每日多熬制100种防疫药，再多设几个药棚为百姓施药。我已传令下去，调遣北朔3000将士，驻扎陇安城外，随时待命。会没事的。不知大夏的子民现在如何了？陛下，根据呈报，朝中数位老臣也感染了血瘟，已经送去火化了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，朕的心腹也死了，都死了。大夏禁军还剩多少将士？已不足1000人。温如玉，朕之前养着你们太医院有何用？陛下恕罪。没想到朕的江山会断送于一场瘟疫，朕的大夏要亡了。大夏不会亡的。陛下不用担心，大夏不会亡的。依依，你怎么样？这冷宫到处都是瘟疫，你有没有感染？依依没事，不光如此，依依还有法子救你们。依依，你说的可当真？你能救我们？
如何救？太医都说这血纹是不治之症。依依，难道你手里有什么绝世药方？这个就是能救你们命的东西。这里面是南疆的秘蛊，可以以毒攻毒，把你们体内的死血排出来。用蛊虫入体，这太凶险了！闭嘴！依依，你真是我们的福星，快给朕用！但是这些蛊虫培育极难，只够救你们5个人的。外头那些染病的禁军和工人，我可救不了。其他人与朕何干？只要朕活着就行。陛下，你看，蛊虫已经开始把死血逼出来了。真的有效！朕觉得身上没那么烧了，也不痒了。依依，给我！依依，你果然是上天派来拯救朕的神女。陛下，虽说你们的命暂时保住了，但大夏因为这场血瘟，早已成了一座死城。沈昭华的北座铁骑随时会踏破宫门，到时候我们一样都会死在这里。对，沈昭华那个贱人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如果想活命，想夺回大夏，依依倒是有一计。依依，你有什么法子？依依带着你们去南疆。去南疆？对，陛下，依依的母族与南疆王室世交，一直深得南疆王庇护。你们同依依回去，凭着这层关系，南疆王必定保你们一生荣华富贵。我们若是逃去了南疆，那大夏的江山怎么办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若是死守在这座满是瘟疫的死城里，必定只有死路一条。若是退守南疆，养精蓄锐，他日定有反击的可能。你是说我们去南疆搬救兵，杀回来？不错，南疆兵强马壮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陛下若是信得过依依，就带上大夏的国库秘药和边防图纸，随依依一同去南疆，作为借兵的筹码。可是阵图和秘药是大夏最后的根基，就这么带去异国他乡？陛下，难道到了这步田地，你连依依也信不过吗？依依冒死在这死城里护着你们，绝无二心啊！依依，朕不是不信你，只是这东西太干系重大。陛下，您还不明白吗？大夏如今这番颓势，沈昭华的大军一到，你们连招架之力都没有。留在这里，秘药和图纸只能沦为给沈昭华贺喜的战利品，带出去才是你们翻盘的唯一底牌。陛下，依依说的对，他处处为我们着想，我们不该对他有戒心。况且眼下大军压境，我们确实没有退路了。对啊，陛下，依依头脑聪明，咱们就听依依的。陛下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北朔军包围冷宫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好，朕跟你去南疆。这就对了，大门走不通，依依知道冷宫后墙有一条出城的密道，绝不会被发现。天亮之前，依依带你们走。
依依，我们在这儿。陛下，我已经安排人在宫外备好了马车，图纸和密钥都带在身上了吧？都在这里，寸步不离。好，随我来。城门和偏门全被死尸堵住了，我们从这里走。这是狗钻的洞，朕乃大夏一国之君，怎能钻狗洞？对啊，出去就是宫外街巷，从狗洞里爬出去，这若是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天一亮，北朔的铁骑随时会到。你们是想明天跪在太和殿上被沈昭华砍了脑袋，还是现在弯一下腰，从这里活着爬出去？钻就钻，活命要紧，总比死在那个贱人手里强。一个一个来，陛下，请吧。是皇上和几位大人，皇上出宫了。陛下，求求你开开恩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救救大夏的百姓啊！陛下，滚开！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刁民，平时不都心向着沈昭华吗？她如今在北朔当女王当得那么威风，你们怎么不求她来救你们？就凭你们这副拜高踩低的嘴脸，活该染上血瘟死绝。你们可是大夏的皇帝和朝臣啊！拿着我们的民脂民膏，怎么说得出口这种话？别和这些将死之人纠缠，等朕去南疆借兵灭了沈昭华，再回来收拾这些刁民。走，快走！这是长公主，长公主的铁骑，长公主回来了！长公主回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长公主，沈拓那个昏君跑了，他们不管我们的死活，求长公主开恩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殿下，奴婢幸不辱命，安县周鹏和药局已全部支起，外城百姓的命保住了。清河，立刻带着孩子去医堂用药，传姑的军令，北朔军医全城接管，开仓放粮，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百姓。遵旨。沈拓与那几个贪生怕死之徒弃城而逃，抛弃了你们，但姑不会。沈拓那狗皇帝德不配位，大夏的君主只有长公主一人，我们只认长公主。女王陛下万岁！大夏有救了！女王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万万岁！好，真以为南疆是避难所，那群丧家之犬不过是自投罗网。
下去，熬过这几天，大家就都没事了。长公主，您千金之躯，怎么能亲自来这疫病堆里？老婆子怎么受得起？是我来晚，我生于大夏，你们自然也是我的家人。按户籍放粮，每人10斤，都有份儿。谁敢克扣百姓半两救命粮，按北朔军法杀无赦。谢谢大人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这是我的摊子，终于可以重新开张了。包子，新鲜出笼的包子，卖不头嘞！卖菜嘞，新摘的蔬菜。大夏的烟火气终于又回来了。这是你呕心沥血富下来的江山，自然会浴火重生。老臣叩见陛下。沈拓昏聩无能，弃城携国库密钥潜逃南疆，置万民于水火而不顾，实乃大夏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。陛下归来，救大夏于危急，臣叩谢陛下隆恩。陛下呕心沥血守了10年的大夏江山，就被他祸害成这般模样。臣等有眼无珠，当初竟为拦阻陛下含冤离宫，罪该万死。臣等罪该万死，望陛下原谅。都起来吧。你们当中不少人是跟着我一路打江山的老臣，看在你们在我入城之后协助救济百姓的份上，过去的事翻篇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为大夏效忠，为百姓尽心。臣遵旨。南疆，他以为南疆有他的生路，想去搬救兵来反杀我，然后重新坐回这把椅子，真是自投罗网，被柳依依骗得团团转。他以为自己是去借兵的帝王，其实不过是南疆眼中一只待宰的羔羊。陛下，此话怎说？你们很快就知道。陛下远道而来，这一杯酒敬您。寒舍简陋，比不得大夏皇宫金碧辉煌，望陛下莫要嫌弃。多谢族长盛情款待，等朕借得南疆大军杀回皇城，定重重赏赐族长。各位大人们，一路奔波辛苦了，请尽情享用。跑了这么些天，吃了一路的冷风馊水，总算吃上一口人吃的东西了。此等美酒，此等美人，我们何必受那沈昭华的气？早些来南疆称王争霸多好！是啊，此处简直是极乐天堂。陛下今夜先在此安心歇息，明日一早，依依便带陛下去见国师。届时借兵之事，依依定会全力周旋。祝陛下夺回江山。好，全听依依的。谁？什么人？护驾！快护驾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们是南疆王的贵客。贵客，就你们这几条丧家之犬！依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让他们把刀放下！废了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
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来借兵的吗？借兵反杀！你们怎么事到如今还这么蠢啊？大夏早亡了，我把你们骗到南疆，就是要一点一点的让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。族人们，今日我们终于活出了这5个大夏的畜生！柳依依，朕待你不薄，朕立你为皇后，给你无上荣宠，为何要这样对朕？朕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柳依依，你竟敢背叛大夏，亏得我们如此信任你！看来你们全都忘了。那我现在就把5年前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你们知道这里是何地吗？这里是月幽谷。你登基5载时，寸功未立，长公主当年平叛定边，威震天下。你实在太怕他功高盖主，于是你盯上了南疆边缘的月幽谷。朕登基5载，尚无寸功可表。现在朝中大臣明显向皇姐一边倒。陛下，臣令玄机阁暗中调查，南疆边缘有个叫月幽谷的地方，人杰地灵。若是能将其收归大夏，陛下就能立下开疆拓土的功绩。好，太好了，就按无痕说的办。程渊，你即刻带3000铁骑攻破月妖谷。陛下放心，末将半月之内必传捷报。就为了压过沈昭华的风头，你一句话，月幽谷500多条人命就成了你战功册上的一行字。大夏皇帝普及众生，不忍见尔等南疆边民长居瘴瘖之地，蒙昧未开，今特命本将率天兵到此，将月幽谷收归大夏版图，赐尔等大夏子民之极，从此沐浴王化，永享太平。竟如此冠冕堂皇之词行抢掠之事，这难道就是大夏的作风？哼，来人，把药给他们灌下去。那是我。第10副药无效，下一个。放下兵器投降，本将饶你们不死。想让我月幽谷臣服于大夏，你做梦！依依，快走！你是圣女，你不能死在这里。我不走，我要和他们。快！快，从这条密道走！依依，阿塔已经牺牲了，月幽谷不能再失去你了。我们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南疆这边的奇珍异宝，可个个都是稀罕物，能值不少钱。将军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月幽谷易守难攻，朝廷几任镇边大将谁都不敢碰，将军一夜就拿下来了。这次回去，陛下必定重重有赏。什么易守难攻，不过是群没开化的南疆蛮子罢了，也敢跟老子的大夏铁骑叫板，螳臂当车，自寻死路。他们把祠堂烧了，大夏的那群畜生！我不会放过大夏的，我会让这些畜生一个一个
付出代价。哼哼。月幽谷1役，大夏铁骑3日破寨，南疆边患已平。今陛下恩泽广备，特许月幽谷归附大夏，赐予大夏子民之极，从此沐浴王化，永享太平。陛下圣明。哼哼。你终于是落在我手里了。你在月幽谷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是时候来偿还了。你个狗皇帝，杀人偿命！月幽谷3000百姓都命丧你手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住口！朕是真龙天子，朕开疆拓土是为大夏万世基业。你们这些刁民有什么资格评判朕？真龙天子，你根本就比不上沈昭华。闭嘴！当年唯一在朝堂上拼死阻拦这场屠杀的人，只有沈昭华。你要进攻南疆的月幽谷？南疆边缘部落屡次滋扰大夏边境，朕替天讨逆，收归版图，开疆拓土。难道朕身为大夏的皇帝，还需向皇姐请示不成？讨逆？月幽谷不过是南疆的一个小部落，住着安分守己的百姓。你为了一己私利，前去屠杀3000无辜的百姓，这是一国之君的作为吗？够了！朕说的话就是国策，皇姐勿要多言了。所以，我用易容术改头换面，以南疆贡女柳依依身份走进大夏皇宫，就是为了取你们5个的命，让大夏亡国。既然诸位大人大驾光临我南疆，自然该好好尝尝南疆捕虫的滋味。这叫噬魂骨，它会钻进骨头缝里，一寸一寸的啃。妖女，你这个妖女！你有本事一刀砍了我！耍这些阴毒手段算什么本事？下贱！骂吧，趁你们现在还有力气，多骂2句。很快，你们连张嘴的力气都没了。疼吗？这点疼算什么？当年你们纵兵屠村，拿我族人试毒的时候，月幽谷3000亡魂临死前，比你们现在疼上100倍、1000倍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行，等我南疆铁骑踏平中原，吞并了大夏和北朔，你们自然都得死。但不着急，
在这之前，我要把这3000亡魂受过的罪，在你们身上一点一点的讨回来。宣诏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原长宁宫长侍清河，于血瘟大灾中临危不惧，救济万民，忠肝义胆。今破格擢拔为御前女官，赐正3品衔，统领玄机阁。钦此。微臣领旨谢恩，臣定当以命相搏，为陛下管好玄机阁，为天下万民尽忠。起来吧。陛下，玄机阁传来密报，柳依依的真实身份已查明。说。柳依依是5年前被大夏铁骑屠灭的月幽谷部落圣女，她以易容谷改头换面，潜入大夏为细作，潜伏6年。沈拓等人已被她囚禁在月幽谷。原来如此。当年陆承渊纵兵屠村，温如玉拿南疆战俘事故，孤在朝堂上拼死阻拦，沈拓却嫌孤妇人之仁，当年种下的血债，如今终是找上门了。这群白眼狼还以为去了南疆能当座上宾，结果是去下了地狱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好了，你先出去吧。看来南疆那边的狗咬狗已经开场了。一出报应不爽的好戏，我们全当看个笑话。既然是笑话，就由着他们去。夜深了，姐姐看了这么久的折子，也该看看我了。姐姐最近整天忙于朝政，天天长在御书房了。昨夜我等了半宿，连烛泪都熬干了，也没见着女王陛下的人影。乖，大夏刚经历了一场浩劫，百废待兴，姑不亲自盯着不放心。等朝政步入正轨，姑好好陪你。你上一次说这话，还是7天前。我是你的亡夫，可不是你后宫里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摆设。好啦，这次是真的。那好，我再信你一次。快趁热喝，这是我亲自守着炉子熬了2个时辰的。姐姐日夜操劳，得好好补补身子。传说中的活阎王在大夏的御膳房里洗手做羹汤，蹲了2个时辰。传出去，天下人怕是以为姑在折辱你。我乐意，能给大夏的女王洗手做羹汤，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为了讨陛下欢心，臣自当把您伺候得更舒坦些。想伺候姑，那就看你表现了。那我今晚定会好好表现。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祭天台，青铜神像，招魂幡，这是活祭！妖女，贱人，有本事你一刀砍了老子！竟搞这些歪门邪道的仪式！大夏的95之尊，权倾朝野的首辅，战无不胜的将军，真是可笑啊！你们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，手脚尽断，像蛆虫一样被挂在这里，连一条护院的赖皮狗都不如。
族人们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5条挂在珠子上的废狗，就是大夏的皇帝和他的鹰犬。5年前，就是他们下令踏平我月幽谷，屠我3000老弱妇孺，烧我100年祠堂，掠我南疆祖器。今日，我柳依依将这5个罪魁祸首扒皮抽筋，带到古神面前，用他们的脏血告慰我月幽谷3000亡魂。血债血偿，告慰亡魂！血债血偿，告慰亡魂！月幽谷的英灵们，你们睁开眼看看吧，仇人的血今日就要洒在这祭天台上了。柳依依，这个妖女，朕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是你下蛊操控朕，朕才会疏远皇姐，能宠信你这个毒妇，全都是你的蛊虫在作祟。对，就是这妖女下蛊。老子当年对长公主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就倒戈？都是你搞的鬼！老子是被你害的。错，我沈寒州饱读圣贤书，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是他的情蛊扰乱了我的神智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不是我的本意。你们想说，你们之所以背叛沈昭华，是被我的情蛊控制了心智，是吗？本来就是，朕从小就听皇姐的话，怎么可能突然就……我给你们用的情蛊，不过是南疆最低劣的蛊虫，它没有操控人心智的本事，只能做一件事，把你们心里本来就有的念头放大10倍。你们骨子里就是嫉妒沈昭华比你们强，你们那可怜又可悲的男人自尊心，让你们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永远高高在上、施恩于你们的女人踩在脚下。别把你们骨子里的卑劣与寡恩推脱给一只虫子，失去它，纯粹是你们这群白眼狼自作自受。明明陛下才是大夏的君主，姐姐却时刻垂帘听政。大夏只知长公主，不知有天子。长此以往，恐怕会有损陛下的龙威啊！陛下，北境边防一事，臣以为还需听听长公主的意见。够了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天子？长公主聘姬私产，功高盖主，已成大夏朝纲之毒瘤。明日朝会，还请诸位大人与我一同联名上奏，弹劾长公主。事成之后，首府府另有重谢。长公主这练兵的本事，末将打了半辈子仗，也自愧不如。大夏军中若有长公主一半韬略，何愁边患不平？老子练兵不需要你指指点点。一介女流，整日在军营抛头露脸，成何体统？
如玉，这药的火候不对，我教过你几遍了，怎么还没记住？你什么都是对的，那这太医院之首的位置，你来做。我为你卖命了这么多年，你不过就是把我当做你的一条走狗。你说什么？你搞清楚，玄机阁是我的。暗卫都听命于我，你不要再来干涉。老实点儿！你们不知道吧？当年我也去给萧劲下过蛊，烈性比你们高得多。结果呢？那只蛊对他全然没有影响，所以我就把目标转向了你们。有些人骨子里的劣根性，比最毒的蛊还要可怕。这是什么？旧伤，不碍事。什么旧伤？这分明是蛊虫入体留下的疤。你中过蛊？谁给你下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紧张什么？你身上被人下了蛊，你还笑？快说！是柳依依。让开！殿下，您一路舟车劳顿，不如去本宫宫中用杯茶歇息。御膳房做了几样精致的点心，特意留了些，想请殿下尝一尝。殿下，多谢娘娘美意，不必了，本王还有公务在身。殿下，娘娘，请自重。何必这般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中了我的痴情蛊，从今往后，你眼里便只有依依一人。这么说，你当年当真中了他的痴情蛊？南疆秘术神乎其神，你莫不是真被他那副皮囊给迷住了？笑什么？可是那蛊虫让你神志不清了。姐姐，那东西早在他想要入我心窍的那一刻就被我亲手逼出去了。中了我的痴情蛊，从今往后，你眼里便只有依依一人。少用你的脏手碰我，恶心！啊！你怎么可能醒得这么快？姐姐，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，连命都是你给的。区区一只虫子，怎么可能让我忘了你？可是，你当时一定很疼吧？没有什么比可能失去你更疼的。
有了边防图，攻破大夏轻而易举。我要你们亲眼看着大夏是怎么败给南疆的。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敢毁朕的江山，你不得好死！刘依依，有沈昭华在，你不会得逞的。你有边防图又能怎样？你照样赢不了沈昭华。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弄死沈昭华的。好，好，大夏边防尽在此图，何处有暗哨，何处兵力薄弱，一目了然。刘依依，你这一功不仅为月幽谷报了仇，也为南疆开疆拓土立了头功。陛下，不止大夏，北朔与大夏唇齿相依，拿下大夏，北朔便无险可守。臣请陛下立刻集结10万大军，一举吞并两国。准！传本王旨意，集结10万大军，3日后出征。柳依依作为军师，统领全军。末将听从柳军师指挥。陛下，玄机阁急报，柳依依联合南疆王，集结10万大军，以大夏边防图为凭，不日将同时进攻大夏与北朔。是这事吗？南疆王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，以为凭一张边防图就能与我大夏和北朔的10万铁骑抗衡。他既然想打，姑就陪他打一场。南疆觊觎我大夏疆土，意图举兵进犯。今日10万将士同阵出征，踏破南疆，以牙还牙。讨伐南疆！讨伐南疆！陛下，急报！沈昭华与萧劲亲率30万联军，已经连破我南疆18道堵障防线，兵临城下了。30万！南疆外围的百年毒障和虎阵呢？怎么可能连半日都没挡住？一定是沈昭华早年研究过温如玉的医书，破了我们的阵法。陛下不必惊慌，南疆将士骁勇善战，更有地形之利。臣妾恳请陛下即刻披甲出城迎敌。传令，集结全城兵力，开城门。柳依依，你月幽谷王族之痛，孤能理解，那是沈拓等人的思念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用血温涂炭中原数10万无辜百姓。今日，孤便替天行道，踏平南疆。沈昭华，你少在这里给我假惺惺，给我杀！杀，一个不留。住手！停下！沈昭华，你给我停下！
沈昭华，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现在就杀了他们！柳依依，你莫不是还以为他们5个是你拿捏我的把柄？从我离开大夏的那一刻起，我和他们5个就再无半分关系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皇姐，沈昭华，你凭什么来攻我南疆？5年前沈陀屠我月幽谷3000族人，就是要血债血偿，就是要整个大夏为月幽谷陪葬，我有何错？沈陀欠你的，你找他讨，天经地义。可你南疆要举兵踏破我大夏和北朔，侵扰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，那我可不答应。哼，柳依依，你口口声声说你3000族人是冤死，但大夏的百姓何尝不是？你在大夏用蛊虫散播瘟疫，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？你的所作所为和沈陀有什么不同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那是他们该死！我真后悔没把大夏的人都杀光，不然你还哪有机会站在这里？冥顽不灵。等你好久了，出来吧，我的宝贝们。妖女又在试蛊术，哼，就凭你。这是我月幽谷用历代圣女精血喂养的100年禁蛊，我要你们30万大军给南疆陪葬。没用的，禁蛊不死不灭，只要我的咒语还在，它马上就会重生，钻进你们的骨血里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南疆引以为傲的蛊术，在绝对的实力和医理面前，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障眼法。那剑簇上涂的，正是姑亲手调配的化蛊散。破城！一日，仅仅一日，他竟就踏平了南疆，做到了朕在位10多年，耗尽国库都没有做到的事。这天下根本没有他的对手，离了他，我连个卒子都不如。柳依依说的对，我们这辈子都不如他，是我们那点可怜的自卑毁了我们自己。阿爹，阿娘，月幽谷的族人们，依依来陪你们了。让开！我是你们陛下的亲弟弟，我要见皇姐，谁敢拦我？我们都是陛下的亲人，此番千里迢迢赶来，只为探望姐姐一眼，你们为何不让进？小心我让姐姐把你们一个个都关进大牢。
赶紧让开！你不就是把陛下赶出大夏，又受南疆妖女迷惑弃城而逃的沈拓？陛下早就不要你们了，和你们再无关系。你们怎么还有脸来？等一下，你们进来吧。滚开，让路！快些，快些！吉时快到了，太后那边的赏赐还没送到呢。敢问公公，今日宫中是有什么喜事？你不知道吗？今日宫中可是有天大的喜事，女王陛下今日大婚。起对来！等一下！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来问你们吧。孤在北朔的大婚典礼，何时轮到几条南疆逃出来的废狗来喧哗？姐姐，看来咱们的喜帖发漏了，竟让这几位千里迢迢从泥坑里爬回来，好喜酒喝。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早已与他们恩断义绝。姐姐，你是大夏的长公主，你怎么能和他结婚呢？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，快跟我们回家吧！沈拓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大夏是孤亲手打下来的，那本就是孤的天下。如果你说的是另一个家，早在你为了柳依依把孤送给9000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被你亲手烧成灰了。赵华，别闹了，我们知道你在气头上。跟萧敬成婚，不就是为了报复我们当初的背叛吗？你要权势，我们要名声，只要你回去，一切都可以像从前一样。姐姐，我求你不要再作践自己了。萧敬这种杀人不眨眼的疯子，他给不了你幸福。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，报复你们，你们配吗？孤今日与萧敬成婚，只是因为孤爱他，想与他共赏这万里大好山河。至于你们，在孤的眼里，不过是几只曾经养过却反咬主人的畜生。既然已经扔了，谁还会回头去看一眼？真是蠢人不自知。你们是不是蠢到自己做过什么都不记得？那我来帮你们回忆一下。我踢开太和殿大门的时候，你们还记得他被你们折磨成什么样了吗？他浑身是血，手指溃烂，脸上全是淤青。我抱着他走出大殿的时候，你们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？沈拓，你坐在龙椅上，亲口对他说，胆敢踏出大殿一步，就休想再回大夏。怎么，现在沦落成这般模样，倒想起来她是大夏的长公主。当初把她赶出大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？萧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的家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来管？外人？萧敬，是不是你逼迫姐姐跟你成婚？你有她的把柄，她不得不从，对不对？姐姐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嫁给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？西离国主到，东越国君到，北荒大汗到。恭喜北朔女王大婚！萧将军与女王殿下真是郎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一对良人啊！二位喜结良缘，乃天下之幸，万民之福。怎么没跟我说你还请了他们？你我大婚，当然要八方来贺。
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的身后永远都有我萧劲的守护。就算你们今日真的成婚了，可他萧劲算什么东西？你与他满打满算不过相处了喜悦，难道这点微末的情分能抵得上我们6个人相依为命20年的感情吗？你们错了，我认识萧劲，比认识你们早。喝了这口水，就得活下去。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以后萧劲会用一辈子报答姐姐。萧劲同样是姑从阎王手里抢来的人，为了那一眼的情分，他在北朔蛰伏20年，在姑父辈受敌时，他拼了命的一统北朔，只为能给姑留一个遮风避雨的家。可你们呢？姑救下你们，把你们从泥潭里抠出来，可姑换来的是什么？这般自私凉薄的感情，在姑眼里贱如草芥。你们凭什么觉得姑会对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所留恋？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原谅我们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像家人一样好吗？就像小时候一样，我们6个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回不去了。从你们选择相信柳依依，而不是相信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缘分就已彻底断绝。柳依依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你们骨子里最真实、最卑劣的自私。你们不配得到姑的真心，那些喂了狗的过往，就当是姑这辈子渡的一场劫。姐姐，姐姐！